中印边境日前发生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发言人发表谈话，指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例行巡逻时遭到印军非法越线拦阻，中方要求印方严格管控约束一线部队，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边境和平与安宁。中国外交部13号表示，中印目前边境局势总体平稳，而印度官方对此次事件应对相对低调。印度陆军发声明称，双方撤离了发生冲突的地区。印度防长称，印度议会不会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印度军方表示，中印两军12月9号在中印边境东段的中国藏南地区发生冲突，双方一度发生交火，两军都有士兵在冲突中受伤。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大校13号就东张地区例行巡逻发表谈话指出，12月9号，西部战区边防部队为中印边境东段东张地区实控线中方一侧组织例行巡逻，遭到印军非法越线拦阻，中方应对处置专业规范有力，稳控现地局势，目前中印双方已脱离接触。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号回应事件称，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边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严格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度陆军于12号发布声明称，12月9号，中印士兵在所谓达旺地区，也就是中国藏南地区附近发生冲突，20名印度士兵在对峙中受轻伤，受伤士兵在医院治疗。印度陆军之后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立即撤离了发生冲突的地区。作为事件的后续行动，双方指挥官根据恢复和平与安宁的拟定结构化机制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印方指出，在所谓达旺地区沿线的某些地区，双方都在同一地区巡逻。自2006年以来，出现几次巡逻队对峙的情况。13号，印度在野党平民党国大党、国家人民党在议会两院提出休会以讨论此事。印度防长拉杰纳特·辛格、国防参谋长阿尼尔·乔汉、陆军参谋长马诺吉·潘德等高级官员已举行高级别会议讨论安全局势。印度防长辛格就中印军队冲突问题发表声明称，目前无印士兵死亡，此事已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交涉，并补充说，发布声明之后，印度议会联邦院不会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娄春豪认为，印度军方在中印边境采取蚕食政策，此次印军非法越线拦阻中方边防巡逻部队事件，延续了印方一贯做法，印度背后的企图值得警惕。印度它在这个边界问题上越来越激进的这种一种政策的一个导向，而这种政策的导向对于印方的边防部队来讲，那么它势必会采取越来越激烈的这种越来越冒进的这种蚕食政策。那现在它通过在这个东段来在它占据局部的管控优势的这个地区，它试图来进行一些挑衅行为，我觉得也是呢，给他在西段啊，或者在整个边界问题上，他对中国施压，这么做一个应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图谋吧。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印度陆军共有员额110万人，共编制有34个师，其中有6个军，共13个师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一线部队约为11个师和2个装甲旅，其中10个为山地步兵师。印军在中印边界整体部署的特点是，东段人多，西段坦克多，缺乏机械化兵力，工事多，前沿部队多，大量师级单位都部署在中印东西两段边境附近，距离边境一般在200公里以内。在藏南地区，部署有印度山地军主力、第3军大部和第4军全部。印度在边境加大基建，并提升了边境的驻军力量和作战半径、续航能力，包括在中国边境部署了基于瑞典 FH-77B 榴弹炮改造的达努什榴弹炮，从韩国引进的 K9 自行榴弹炮和从美国引进的 M777 超轻型榴弹炮，推动炮兵作战能力的发展。今年10月，印度陆军宣布紧急招标，为驻扎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边境的步兵营采购1000架无人机。今日，印度网站声称，这些无人机系统将大大提高印度陆军在实控线地区的炮兵的作战能力。
印度它在边境地区的这种投入，力量建设的投入应该是比原来大幅的一个增强。无论是通过通过修路搭桥来提高一个基础设施，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购买部署一些先进的一个武器，包括先进的雷达站啊，包括无人机啊等等。那么实际上是来强化它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部署。它在这个加强军事部署的时候呢，又是侵犯了中印两国之前关于边界问题达成的一些共识，又是对于中国的造成了一些侵权的一些行为，所以反过来其实又会加剧它自身的一个不安全感。印媒承认，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印军在冬季面临较大后勤压力，因此在冬季与中方发生冲突较为罕见。印度边境的一个村子，直到2021年11月份才安装了第一座移动电话信号塔，至今仍然缺乏道路、电力、医疗等基础设施。有6万名印度士兵此前部署在人烟稀少的拉达克东部。一位印度陆军军官表示，他们需要配置至少80种物资，比如口粮、工程机械、医疗用品、武器弹药、冬款军衣、大量煤油、柴油、汽油等等。相比之下，解放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强大得多。2020年，央视军事频道展示了一批解放军最新列装的实战单兵装备，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则是解放军17式野战防寒保暖套装。按照生产厂家负责人的描述，这款野战套装所搭配的帐篷、睡袋足以让战士们轻松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酷寒，而且能让部队营地的隐蔽性进一步提高。近日，央视的报道显示，相关装备又升级了。在海拔4700米的喀喇昆仑高原驻守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官兵，已经集体换装新型单兵综合作战系统，包含新型军用头盔、夜视多功能眼镜、战斗鞋型具等多种装备，有效解决了官兵因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受制约的练兵备战，提升了官兵综合作战能力，为后续单兵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换装的新型单兵综合系统，携带便捷、防护力强，集实战化、信息化、智能化为一体。战士们在执行各类任务时，指挥员能够了解每名官兵的实时动态，全局掌握态势。外界注意到，近年来印度在中印边境频频挑事，一大背景是美国背后挑动。印度是美国的准军事同盟国，也是与美军举行联演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每年有50多次海陆空演习。近年来，演习地点也逐渐靠近中印边境。11月29号，美印在中印边境开展了联合军事演习，具体地点在北阿坎德邦山区，距离印中边境实控线仅100公里。中国外交部当即就此向印方表达关切。发言人强调，美印联演违反中印双方1993年和1996年签署的有关协定精神，不利于中印两国之间的信任。此外，近年来美印军售数额也大幅提升，包括不少高端军事装备。据统计，2010至2020年，印度从美国订购了约25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以装备入列5架C-130J 超级大力神运输机、10架 P-8I 反潜机、22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即将配置145门 M777 轻型榴弹炮及其他陆军装备。美国因素的一个介入，那么无论它一方面会让印度更加自恃有美国的撑腰，它会采取更加强硬的一个举措，侵权的一个行为。另外一方面，它可能是也反映了美印在这个对华问题上，它这种战略的一个趋同。所以我觉得这都不利于中印关系，不利于中印边境局势的一个缓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西部战区发言人披露，12月9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段巡逻时，遭到印军非法越线拦阻。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和炒作，您有什么观察？中国外交部和西部战区发言人在简短的说明和回应中，基本上是揭示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同时呢，也对国际媒体的炒作进行了灭火。这一事件已经结束了，中方以专业、规范、有力的方式处置了这一事件。现在双方都已经脱离接触，也就是说呢，并没有形成类似于2年前的边境对峙的态势。此外呢，中印双方的外交和军事沟通渠道是畅通的，也就是说，经历了几次边境对峙之后呢，中印双方围绕着边境事务的沟通和交流的渠道是畅通的。
危机管控机制也是有效的。印度媒体披露的信息是，印方士兵在这一事件中有几人受伤。当然呢，不排除印度媒体夸大这一事件。此次事件发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在我国的藏南达旺东章地区的麦拉山口。这一地区呢，印度最近几十年是不断的进行蚕食，东章瀑布、多果尔草场都被印度蚕食。在这一地带，中国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边防部队巡逻的条件。此次中方在时空线中方一侧进行例行的巡逻，遭到印军的非法越线拦阻，双方发生了摩擦。从印度媒体率先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印度没有占到便宜。媒体披露的信息多少也是为了进行炒作，但是呢，双方边防部队已经脱离了接触，这一摩擦事件在第一时间呢得到了控制和解决。边界事务是中印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为了管控边界事务呢，双方建立了多层级的沟通管道。此次事件之后中国外交部和西部战区发言人都呼吁印度要与中方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西部战区发言人尤其强调说，印度要严格管控一线部队。由此可见，此次边境地区的摩擦大概是因为印度一线部队没有遵循双方达成的共识和相关的规定而造成的。中方这一表态和要求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呢，此次摩擦事件已经得到了解决，双方部队脱离接触，并没有升级，也不存在继续升级的前景。第二呢，印度的责任在于一线部队约束不严，或许并非是印度高层有意而为之，双方在比较低的层次沟通渠道就化解了危机。当然呢，印度如果不能够有效的去约束一线部队，类似的事件会不会升级就很难说了。边境事务高度的敏感，印度方面应该严格遵守双方的有关的协议和协定的精神，为中印关系呢积累基础。此次边境摩擦发生在美印两国在喜马拉雅山路举行联合军演不久。那么您认为此次事件中美国因素重要吗？的确，不少人已经看到了，在美印两国在印度举行军演不久呢，中印边界发生了摩擦。两件事情是不是相关呢？虽然说两件事情在时间上是有先后的，但是呢，是不是构成因果联系呢？我个人认为不能够简单的将两件事情进行挂钩。从中方的回应来看呢，印度一线边防部队的行为是直接原因，因此呢，很难说这是一次高层的策划。另外呢，美印两国举行演习的地方与此次中印边境摩擦并不重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边境事务是中印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两件事情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印之间军事合作强化对中印关系没有影响。印度现在实际上是处于中美印、美俄印两个三角关系之中，印度的行为很难说是直线的。中印关系在这几年中是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但是呢，印度作为一个大国它的外交政策还是比较自主的，服务于印度自身的利益。当然呢，在三角关系中左右逢源当然是比较舒服的状态了。印度前几年一直在玩这种游戏，尤其是在中美印三角关系中，在一定程度上呢，中俄印三角中，印度都是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在边境地区挑事，从而是去运转三角关系，强化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印度一直玩这样的游戏，现在印度是不是有动机继续挑事呢？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印度需要考虑的，那就是明年印度将举行 G20 峰会，作为东道主印度在这个时候挑事也是不太符合常理的。印度非常明显的是偏向于美国，包括双方签署了一系列的军事合作协议，进行多场次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但是呢，印度依然是有所保留，限度就在于印度不愿意也不甘于成为美国的棋子。维持中印关系的相对稳定，其实呢是有利于印度的。如果中印关系恶化，印度能够设想美国会为了印度的利益而买单吗？因此，对于中印关系，我们也要从运筹战略三角关系的视野和格局进行妥善的处理，营造和塑造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周边外交环境。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13号至15号，第2届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大约50位非洲领导人将应邀出席，这是美国时隔8年再次举办美非峰会，并承诺未来3年向非洲大陆提供550亿美元支持。
但非洲舆论纷纷问项目在哪里？美方还在峰会上抹黑中非合作，非洲国家怎么看？来看报道。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透露，14号晚，拜登总统夫妇邀请与会的约50位非洲领导人在白宫共进晚餐。沙利文还宣布，美国承诺未来3年向非洲大陆提供550亿美元，在经济、卫生和安全方面为非洲提供支持。U.S. will commit $55 billion to Africa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3 year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sectors, to tackle the core challenges of our time. 舆论质疑这550亿美元从哪里来。据美媒报道，截至11月初，今年以来，美国对最大的援助对象乌克兰的援助总额为186亿美元，目前已经引发美国舆论的反弹。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高级研究员马坦博表示，8年前的第1届美非峰会没有让非洲国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这一次美国也没有拿出有形的项目。智库机构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就指出，美国惯于在非洲兜售无形的内容，包括美式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内容，然而并不符合非洲发展的实际情况。非洲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有形项目。这么多年以来吧，也出现了这种信任赤字啊，因为美国说的挺好听啊，到头来呢，最后啊也都没有完全的兑现。所以，但是非洲国家也有另外一种心态哈，他们也希望美国方面能拿出一些帮助，因为非洲现在面临这个像粮食危机还有这个燃料危机，还有财政危机这3重危机叠加。另据非洲媒体报道，非洲领导人非常关注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的《非洲成长与机会法》。这部法案允许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多数商品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但法案将在2025年到期。目前，美方在这一法案的延期问题上态度模糊。非洲领导人这次将当面要求拜登澄清相关立场。按照第2届美非峰会的议程，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周3在美非商务论坛发表主题演讲。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莫利菲表示，本次峰会的重点不放在中俄在非洲的影响力，而在改善美国与非洲领导人的合作关系。但美国防长奥斯汀却打脸莫利菲助理国务卿。奥斯汀在与多名非洲总统举行小组讨论时，刻意提醒非洲领导人，他宣称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洲的存在日益扩大，可能会破坏非洲的稳定。奥斯汀还说，中国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力每天都在上升，并形容中非经贸合作面不断深化是令人不安的事。但不安的恐怕只有美国。美国《纽约时报》就提醒奥斯汀，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持续增长，去年创下261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比之下，美国与非洲的贸易额已缩减至640亿美元，仅占美国全球贸易额的1.1%，不到中非贸易额的1/4。《纽约时报》感慨到，美国忽视非洲的历史实在是太长了。现在把俄罗斯跟中国绑一块儿，其实本身就是想让中国也背负一点这些舆论上的不好的这些名声我觉得连非洲朋友恐怕都觉得要笑掉大牙因为我们在那做的全都是经济合作、修路架桥，本身就是在奠定这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奥斯汀防长妄议中非贸易合作向非洲国家兜售中国威胁论，中国驻美大使秦刚12号在出席一场论坛活动时就予以驳斥。秦刚表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援助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国际社会应当为非洲人的利益着想，而不是把非洲变成大搞地缘政治游戏的地方。秦刚表示，在向发展中国家做出承诺方面，中国已经兑现，而美国却失信于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和好兄弟，中非合作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光明磊落、成果丰硕，受到非洲人民真诚欢迎。美方应当尊重非洲人民意愿，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帮助非洲发展，而不是在抹黑、攻击别国上面大做文章。今天的记者会上呢，多名记者关注正在召开的美非峰会。发言人在回应中反复强调，非洲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谁是真的为非洲好，非洲人民最有发言权。而反观美方的一些政治人物，借着峰会的场合指责中国将破坏非洲的稳定，说美国才是非洲的首选合作伙伴。对此，汪文斌今天多次强调，希望美方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国际社会与非洲的合作。
对于美西方媒体经常拿来说事的所谓债务陷阱，英国慈善机构债务正义今年7月在分析了49个非洲国家的6960亿美元的外债后承认，来自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仅占总额的约1/4。要说债务陷阱，美西方才是非洲最大的陷阱。非洲知名经济网站经济金融近日刊文指出，美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放债附加大量政治条件，企图借债务问题插手非洲国家政治，是造成当地政局混乱的根源之一。而且与中方借贷最大的不同是，美西方的债主要都流向非生产领域，因此只是书写而非造写，给当地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美方对非承诺口惠而实不至。非洲当然不愿意看到所谓的新冷战这样的局势爆发，他不愿意看到什么大国呀到非洲这儿来搞什么大国竞争这里需要的是发展这里需要的是合作所以这是当然是非洲的他的一种担心，不愿意这种选边站队呀。除了经济方面，白宫还透露，拜登将在本次峰会期间宣布美国支持非洲联盟加入20国集团。拜登还将推动非洲大陆国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界还注意到，1个月前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中方就已经明确表达了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的态度，受到非盟的热烈欢迎。而当时拜登也在巴厘岛参会。另一个被非洲媒体诟病的点是，美方虽然召集49名非洲领导人赴华盛顿开峰会，但拜登没有安排任何一场双边会谈，这与此前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东盟峰会如出一辙。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媒体认为，这显示了美国的傲慢。有美国媒体评论认为，由于拜登政府的不当安排，很有可能会给非洲国家留下一种美国不像中国一样关心非洲的感觉。这场峰会极有可能会成为一场仅限于合影留念的会议。时间回溯到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召开美非峰会。由于奥巴马是非洲裔美国人，当时非洲舆论也对峰会十分期待。奥巴马当时承诺要让美非峰会定期举行，办成一个经常性活动。然而，奥巴马卸任后，这份承诺就被美国政府遗忘了。法新社指出，特朗普是冷战后唯一一个任内没有出访过非洲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充满美国霸权思维的言论，也多次令美非关系急转直下。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评论指出，本届美非峰会是疫情以来在华盛顿召开的最大规模国际会议，美方甚至邀请了被制裁的津巴布韦等国的官员，这也凸显了美国对非洲外交的一个困境。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姆文巴就认为，由于自2014年上届峰会以来的漫长等待，美国这次是带着信任赤字进入峰会。他指出，现在所有在华盛顿的非洲领导人都要问拜登，现在的情况与8年前有何不同，对非洲有什么好处。拜登无法回避，他宣布的550亿美元对非洲援助将从何而来。在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已经失去了对掌控拨款权的众议院的掌控，这意味着民主党的拜登再次对非洲开出空头支票。他可能忘了，他的前任奥巴马推出电力非洲倡议，承诺到2020年帮助非洲发电2万兆瓦，然而这个承诺兑现了不到1/4。甚至于把安全这个领域也打包放在这一起。那如果这550亿美元，最后是不是又卖武器了？现在也未可知所以安全领域里搞一些培训或者一些这个他们自身到那去反恐是不是到时候都把这个钱都给他用上，都给他包括在里边我们当然之后要继续观察。路透社也指出，美国不断缩减对非投资，直接投资金额已经从2014年的峰值69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475亿美元，而美国对非贸易更是腰斩，从2010年的1130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440亿美元。而在一带一路对非洲进行战略对接之后，中非贸易以每年约30%的速度蓬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峰会前夕，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承认，随着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超过美国，美国已经落后。他还分析称，非洲对于全球大国来说依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拥有快速增长的人口、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在联合国大量的投票权。在美国重新调整外交政策、更加关注中国之际，非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
第2届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召开了，中国外交部坚决反对把非洲当作大国博弈的竞技场。为什么这么说呢？主持人好，中国呢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同中国一道帮助非洲、建设非洲，但是呢反对把非洲当成大国博弈的角斗场。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呢美国组织召开的美非峰会呢，就是为了地缘政治，为了与中俄竞争在非洲的影响力。西方媒体呢说得更加直白，美非峰会就是美国呢要跟中俄展开地缘政治竞争，要非洲国家呢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美国的套路呀，在东南亚实施过，用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来分化东南亚国家，结果呢失败了。同样的套路在中东地区尝试，结果也一样，美国失败了。现在呢，美国又试图通过美非峰会把49位非洲国家元首和非盟领导人邀请到华盛顿，希望分化非洲国家，通过政治上的打白条和经济上的口头承诺来拉拢一些非洲国家呢反对中国，结果呢注定是失败。你可以看出呀，中国在哪儿的影响力和信任度超过美国，美国呢就跟到哪儿去折腾，本质上呢是要维护美国霸权，但往往呢要碰一鼻子灰。也有学者指出，非洲需要美国的支持，但不想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更不需要呢把美国制度当成非洲的教科书。这些一针见血的观点呢，不仅说明美国组织召开美非峰会就是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挑拨中非关系，而且说明呢这种图谋注定失败。美国提出未来3年给非洲550亿美元支持，那么有人说这可能就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您怎么看？有什么依据吗？我们先看看8年前召开的美非峰会，美国呢是怎样承诺，又是怎样做的。2014年首届美非峰会召开，时任总统奥巴马承诺要和非洲呢在贸易和投资上加强合作，承诺呀在安全、卫生、食品、环境、公民社会接触上提供帮助，并且呢要美非峰会啊定期举行。而第2次峰会呢，足足等了8年。这一届美国政府呢说的、承诺的和奥巴马呢差不多，说呢要在未来3年呢为非洲提供550亿美元支持，在经济、卫生和安全方面为非洲提供实际的帮助。这人们呢就怀疑了，美国能拿出真金白银吗？是不是呢？只不过是一个过嘴瘾。让更多人不可信的是，美国呢对任何投资都附加了政治和权力的苛刻条件。要是非洲国家不能够满足美国的条件，可能呢就不投钱了，还会甩锅给非洲国家。中国呢也告诫美国，非洲呢应该成为国际合作的大舞台，而不是大国竞争的角斗场。希望呢美国能够拿出具体可行的切实措施，而不是呢仅仅开一场空头支票。那么还有一点是，拜登说呀，对非洲的投资主要通过私营部门投资和贸易，这呢就更不靠谱了。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兑现承诺，他们可以方便的推卸责任，说美国私营企业不投资，那政府也没办法呀。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屡遭挫折后，美国空军的高超音速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AGM-183A 终于获得一次难得的成功。这款完全可操作原型弹被认为是美国空军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的蒸汽弹，意图拉近与俄罗斯等国的技术差距。但颇为意外的是，这一项目似乎在此前已经被金主方美国空军抛弃了，仅采购了1枚，这又是为何？来看分析。12号，美国空军第96测试联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 AGM-183A 于本月9号在南加州海岸成功进行了测试。导弹由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第412测试联队的轰炸机携带。这枚高超音速导弹原型弹从 B-52H 轰炸机发射，然后迅速加速到5倍音速以上。随后完成了计划的飞行路径并引爆，初步结果表明所有测试目标都已实现。这是 AGM-183A 首次完成全流程测试，同时这也是首次弹头飞行测试。美军预计这款导弹将在明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此前有报道称，美国空军计划将其装载在 B-1B 战略轰炸机上。
值得一提的是 ，AGM-183A 去年在验证助推器时遭遇3连败，要么未能离开发射架，要么未能成功点火，连续失败惹火了拨款的美国国会。在今年3月，美国国会对 AGM-183A 计划进行严厉批评，并从2022财年预算中削减了近1.61亿美元。但在美国会点名批评之后，这款导弹的进展突然加速。5月第一次成功验证助推器，在7月的第2次验证中又获得了更完善的数据，终于为本月举行的全面测试打开了窗口。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试验成功呢，对于美军来讲，至少是证明这个相关的弹药呢，它有了在空中完成整个飞行，一直到目标进行攻击的能力。而之前呢，我们说连续的失败呢，让美国空军也好，让美国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国会的一些议员也好，对相关的系统的可靠性呢，还是表示出了怀疑。美国太空网站13号发文称 ，AGM-183A 空射快速反应武器预计将成为美国军方第一种达到作战状态的高超音速武器，但目前并不清楚这款导弹的确切速度。有消息称，设计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早先向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设计局提交的方案，其最高时速为20马赫，也就是大约2.4万公里每小时。美国空军要求这款导弹能在有对抗环境中将固定的高价值的时间敏感的目标置于危险之中，这意味着它将用于瞄准地面上的资产，例如固定导弹阵地、雷达站、防空设施、基础设施，甚至对手的总部大楼，基本上是战场环境中需要迅速摧毁的所有无法移动的高价值目标。由于是独苗 ，AGM-183A 也被舆论认为是美国空军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的蒸汽弹。实际上，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探索研究很早，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这一概念，但在研发方面却大幅落后于俄罗斯等国。这在非常强调武器代差领先的美国是极为罕见的。观察指出，导致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研发落后的原因，可能是美军内部竞争激烈，海陆空3军都有自己的研发项目，而预算则全部来自于国会拨款，因此分摊到每个军种或项目的钱就大幅减少。项目多，基础设施也不够用。以研发高超音速武器至为关键的基础设施大型风洞为例，一些研发人员表示，2次风洞试验的间隔时间甚至长达半年以上。观察指出，虽然尚未服役，但相比俄罗斯空军已经服役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AGM-183A 在一些技术方面相对更加先进。匕首是在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基础上研制的，头体不分离，整个导弹是悬成体。虽然可以进行机动，但飞行轨迹不同于传统弹道导弹，但机动幅度较小，而且头体不分离也会导致目标特征比较明显，增大被拦截的可能。而 AGM-183A 导弹研制时间较晚，采用了头体分离技术，而且弹头采用了滑翔比更高的非对称楔形滑翔体，机动能力更高。不过 AGM-183A 的弹头可能偏小，加之楔形滑行体的容积率也较低，不利于提高杀伤力。俄罗斯方面优先在发展高超声速武器，包括我们说空射巡航导弹这些型号，这个是为了跟这个整个的我们讲跟美国的体系的这种数量和质量的差距相平衡的一个无奈的选择。那么这种无奈的选择呢，最后我们说当然可能会产生一些先进的型号，像匕首这样，我们说最后已经进入到实战。实际上，楔形滑翔体是一种高超音速武器的技术路线，几乎没有公开数据可供研究。美国空军声明这是一种先进破片弹头，具有开创先河的性质和独特外形。新弹头最突出的技术特点是采用了杀伤力增强弹药技术，所谓的 LEO 技术，内部填充 PBXN110 炸药。不过与传统弹药直接充满战斗部的填充方式不同， LEO 技术则是将炸药以一层套管的形式嵌套在弹体上，最外层覆盖着预制破片，炸药爆炸后破片四散飞出，实现最大限度的杀伤效果。但在其后的项目竞标中，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败给了洛马公司。出人意料的是，在 AGM-183A 的研制步入正轨之际，美国空军却表示，接下来可能要放弃 AGM-183A。包括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在内的高级官员在讨论这枚高超音速导弹时，都持谨慎态度。肯德尔声称，他对美国空军此前高价投资空射快速反应武器项目一直存在疑问，美国空军需要更广泛地审视未来武器，找到哪些是值得投资的。
另据美国空军向国会提交的2023财年预算报告显示，美国空军计划在明年只采购1枚 HM183A 导弹，价值4660万美元，剩余的资金被用于额外的研发工作，正式采购计划取消。根据美国军事网站动力的说法，美国空军实际上看中了雷神公司和五角大楼高级研究计划局联合研发的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项目，只不过该项目在技术上存在挑战性。五角大楼曾保证能尽快拿出成果，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实物或相关进展对外公开。有分析指，美国空军似乎有些好高骛远了，不知道那些对预算斤斤计较的国会议员们会否同意美国空军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日本将于本周敲定新版国安战略，已披露版的文件写入了拥有打击敌方国家导弹发射基地等的反击能力、增加防卫费等内容，意味着日本2战后的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外界注意到，日本除了在新版国安战略中纳入大量涉华负面内容，还在即将出台的关于强化海上安保能力的方针中再次瞄准钓鱼岛搞事情。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关于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的方针草案内容宣称，今年7月，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周边所谓日方领海的时长达64小时17分钟，创最长纪录。日本政府计划提出要加强海上保安厅各方面能力，首要是扩充巡逻船体系，从而获得所谓在将来能够应对新威胁的间隔领海警备能力。日方所称的间隔领海，也就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此前，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舰艇在附近海域活动正当合法，日方无权说三道四。日方关于强化海上保安能力的方针草案还称，为加强与国内外有关部门的战略性合作、支援能力，在发生武力攻击时，防卫大臣将海上保安厅纳入指挥的程序，以及推进与自卫队的联合训练的内容。这意味着，原本属于海警系统的海上保安厅将有可能被日本自卫队接管，这无疑是企图扩军的一种小动作。据悉，相关方针最迟于本月16号敲定。实际上，按照内阁的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近年来不断强化与海上自卫队的联合行动。去年底，海上保安厅就与海上自卫队在伊豆半岛举行联合演习，模拟钓鱼岛周边发生海上警备行动的状况。当时，日媒报道称，在海上警备行动下，海上自卫队在一定基准下可以使用武器。值得警惕的是，日方近期还加强了在钓鱼岛周边使用无人机进行情报搜集。日本海上保安厅日前宣布，已经开始以海上自卫队基地为据点投入无人机，进一步加强对可疑船只、非法作业渔船的监视。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12号举行事务磋商，就3份安保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以及防卫力整备计划的草案内容达成一致。涉华表述将从此前的担忧转变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共同社14号披露，3份安全文件中将明确列入日本政府将制定拥有配备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潜艇的方针，以寻求在水下发射导弹的可能。分析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将谋求从潜艇上发射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等。值得注意的是，国家防卫战略还指出，中国在8月份向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发射导弹是对地区居民的威胁。所谓的8月份指的是解放军反制佩洛西窜台的演训活动期间。在14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各国发展的伙伴和机遇。日方已出台的防卫政策文件罔顾事实，背离日方对双边关系的承诺及中日之间的共识，对中国不断抹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表明严正立场。靠渲染中国威胁为自身强军扩武寻找借口的图谋是不可能得逞的。观察指出，日本在安保政策上的重大转变释放的信号十分危险。这些年，日本的相关战略文件对中国的定位表述呈现出清晰的升级过程，从担忧到严重担忧、严重关切，再到最大战略挑战。
这期间，中国的对日政策并没有变，始终遵循中日4个政治文件，在所有涉及中日关系的战略文件中都体现出来。变的是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以及华盛顿的对华态度。日本对华敌意的上升与这2个变量不无关系。时下日本将中国的定位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转变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个其实其本质原因就是说，日本想要进一步的来推动这个军事发展的这个松绑，也暴露出日本呢始终没能从理性客观的来看待中国的发展。日媒还披露，修改后的安保3文件将写明，日本将扩大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目前，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军事盟国，高度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日本还借北约提出全球化北约概念后，强化与北约合作。目前已经参与了与北约的网络战联演，对英国等国海军进入印太，日本也积极提供基地等支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在美英澳奥库斯同盟成立后，日本也谋求加入这一推动核潜艇技术转移的军事同盟。近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澳2+2会议上，澳大利亚防长还对日方发出了邀请。这一企图在军事化日本的行径受到地区国家的批评，认为日本一旦加入这一军事同盟，将严重危害地区安全与稳定。日本与很多这种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深化了这个安保防务的合作，包括在这种对华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积极的配合这个美国的这个恶华战略部署。其实日本也是将自身的这种国际形象矮化了，无形中扮演了美国的这种战略附庸，包括美国这个恶华战略马前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说，很多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希望能够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发展。所以就是说日本现在所积极拉拢的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最终能取得怎样的一个结果，其实还是大打一个问号的。